中共四中全会还没有开，炸点已经开始连环爆了。神秘公主杨兰兰竟被抱有澳洲的永久居留权，背景是黑到挖不出一条线。一个小伙子冲塔到最高法院，状告中共的十宗罪，说完话就人间蒸发了。再加上官方硬推的 K 签证，直接把年轻人的饭碗拱手要让给外国人，全网是怒吼：凭什么？三件事同时砸下来，政权合法性、社会的信任、民心的焦虑，全都被掀开了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唐韵。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——天龙人杨兰兰的案子。10月17号，杨兰兰将再次出庭，这一次必须本人到场。面对5项指控，他的律师约翰·科恩已经向澳洲悉尼的地方法院申请了，成功的将他的保释报到要求从每周3次减为1次。就在这次庭审过程当中，一个重磅的信息曝光：杨兰兰拥有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。科恩在庭上证实，杨兰兰现年23岁，是外国公民，拥有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，目前是在澳洲居住，是一名学生。他呢是14岁就来澳洲，此后一直在澳洲读书和生活，很少回中国。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认为，这说明杨兰兰仍然保有中国的国籍，但在持有澳洲永居、生活近10年的情况下，却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学校、朋友或家庭背景的信息曝光。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，怎么可能挖不出信息呢？杨兰兰惊人的信息管制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富家子弟所能达到的，她极其特殊的身份由此是可见一斑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杨兰兰的案子，在事发多日后，突然在网络上被热炒，随后各种关于他身世的传闻就满天飞，焦点都是集中在他和习近平家族的关系上。大多分析认为这可能牵涉到中共的内斗。四中全会前夕，习近平的政敌借杨兰兰的事件要打击习近平。那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。最近我有个朋友成功的帮助儿子戒掉了冷饮等不健康的零食，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超特别的产品，就是红海参修复饮。朋友的儿子呢，他本来是很喜欢吃冷饮，我朋友原本只是想帮儿子换个更健康的零食，结果他儿子一吃就爱上了。朋友自己也试吃了一下，觉得很不错。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，配方就是90%的深海野生红海参，再加上10%韩国红参，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，透过专利发酵做成的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，清爽不腥，还带有点果香。红海参呢，它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、天然的胶原，还有活性钙，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、延缓老化，还能够补钙造血、改善气色，对气血虚弱、高血压、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非常的有帮助，很适合长辈、成长期的孩子、加班族等等。而且这个红海参是1盒30支，带着走超方便，早上空腹或运动过后随手拆开就能吃，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就更加特别了。那我建议朋友们趁现在有货赶快下单，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了。我的朋友他自己怕断货，干脆一次都囤10盒。大家可以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，输入优惠码大时局，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。中国大陆是2盒起卖，4盒能够免邮，购满$70美国本土包邮，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。如果说杨兰兰案揭示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阴暗面，那么在社会的另一端，底层民众的不满也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爆发。最近呢，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在网上发布了视频，直接冲塔，就是硬刚硬公开状告中共政府的10宗罪。哪10宗罪呢？我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状告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，状告他们10宗罪。如果我所状告的内容
不是事实，而是在刻意的抹黑诽谤我们的人民政府，那么我愿意以死谢罪。一，状告人民政府以法治国的愚蠢理念。法是人制定的，理应为人民服务。纵观整个人类历史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健全，甚至有些是不合理的。政府居然拿着这不健全的法律来治理国家，惩治罪犯。打几个比方，自古以来通奸都是重罪，到了今天通奸居然不是罪了，导致偷情养小三的人越来越多，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可悲至极。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多的不是在保护未成年人，而是在保护犯了罪的未成年人。河北邯郸3个未成年人杀害1个未成年人并且埋尸的案件中，几名主犯居然通通都没有被判处死刑。你们把这些恶魔在监狱里面养大，然后再放出来祸害人民吗？今年7月，四川江油多名未成年女孩霸凌1个未成年女孩长达4个多小时，视频在网上疯传。当地警方居然说只是轻微伤，按照中国法律最多只会被判处几个月就会被放出来，引发众怒，导致人民群众与警方对峙长达数天之久。这种恶性案件，你们能够仅仅依照中国法律来惩治他们吗？类似的案件2015年3月30日，美国加州读高中的女孩刘亦然案件中，几名主要施暴者皆属华裔，且大多是未成年人。当地法院对几名主犯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3年、10年和6年。我们国家的法律难道要比美国的法律更健全、更权威吗？二，状告中共拿 GDP 来糊弄老百姓。他说，央视新闻联播天天报 GDP 增长，好像这 GDP 就是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的终极密码。清政府的 GDP 倒是世界第一，照样被八国联军揍得割地赔款。GDP 与国力还有民生幸福根本就不相关，报道和追求它有何意义？第三，状告政府荒唐的放贷政策。银行印出来的钱本是劳动人们的血汗，却不直接发给老百姓，而是贷款给恒大、碧桂园、海航等垃圾骗子企业和各级政府。他们肥了自己，资产转移到海外，只拿一点点发工资买材料，工程大多都是烂尾，留下了一地烂摊子。即使没有烂尾，那些面子工程老百姓也享受不到。既然你们的钱多得没有地方可用，为什么不直接发给人民？美国总是给他们的人民发钱，也没见到人家国家乱。第四，状告政府对资源和人力的极大浪费。中国产能严重过剩，却不停地内卷，房子够60亿人住，还在盖鬼城，空置率高达70%，宁可闲置也不给人民住。道路工程反复施工，今天水管，明天电缆，后天桥梁，天天折腾，却从来没有真正修好。难道质量真的这么差？汽车库存是堆积如山，似乎忘了这个地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。电池坟场惨遭曝光，那些重金属万一渗入到土地和地下水里面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你们有补贴电车企业的那些钱，为什么不好好想想那些废旧电池应该怎么样妥善处理呢？第五，状告不透明、不合理的养老金制度。中国到底有多少养老金？怎么发放？人民是一无所知。有人每月能领1-2万，有人只有100多，甚至什么都没有。最离谱的是，高额退休金大多是发给公务员还有高干，而这些人并没有直接创造价值，真正辛苦的工人和农民反是领得最少。小伙子就质问了，政府收了那么多税，没收了贪官那么多财产，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人民养老？难道那些钢筋混凝土的面子工程比人民的生存更重要吗？第六，状告政府懒政不作为，帮企业欺压民众。
网约车单价低到1公里1块钱，司机疲劳假15-16个小时，政府却称是正常的市场竞争，无权干预。充电费说涨就涨，运价说降就降，外卖快递是同样如此。平台在疯狂地吸人进场，造成供过于求，再以此压低单价，让劳工成了任人宰割的韭菜。而政府呢，只收税不维权，为虎作伥。第7，状告政府对劳动法置若罔闻，企业让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，每个月只休息1-2天，不签合同随意开除。员工告企业是难赢，耗时代价高，易被报复，连环卫工人都外包，拿到手的只有几百块。这样的政府着实可恶。8，状告食品安全监管不力。现在很多食物给狗都不吃，政府不把关，还允许国内建氢化铀加工厂，明知危害却销售。外卖后厨的肮脏令人作呕，政府只停业整顿，小额罚款，为何不判刑？9，状告中国教育荒唐至极，学校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，成天为考试而学习，把分数变成了孩子的命根子。孔子2000多年前都知道因材施教，政府却设计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政策，祸害学生。实在不会搞教育，就照搬德国模式吧，应该会比现在好得多得多。10，状告国企、人大代表和官员监管不力。国企垄断定价却严重亏损，高管却依然高薪。人大代表倡议官员财产公开，竟然99%反对，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这些代表不当司机怎么代表司机？不送外卖怎么代表外卖？不务农他怎么代表农民？他痛斥政策，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瞎管。去年是老师补课违法，今年又是不交社保违法，还制定了史上最严的电动车法案，这是在挑起底层人民和执法人员之间的矛盾吗？他质问某些官员贪污数十亿、上百亿，为何不判死刑？为何他能贪这么多？就是因为一言堂，最后拍板的总是官员。如果最后决定权在人民手中的话，那么这些官员就连贪污的机会都不会有。他最后慷慨激昂地说，哪怕是一个傻子、残疾人、孤身一人，他也应该有幸福生活的权利。如今中国已经成了官僚和资本家的天堂，底层人民的地狱。当你们听到底层人民的议论，不想再过这种牛马般的日子，你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？如果人民政府心里没有人民，只想 GDP， 只想赚钱，只想面子工程，那人民为什么要拥护这样的政府？小伙子还在视频当中表示，视频是提前录的。视频发布后的第2天，他就去最高法院提交诉状。他表示，为民请命，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，虽死无憾。他留下警告说，如果3天之后他没有再发视频，就说明他已经发不了了，要不就是进去了，要不就是物理消失了。截至目前，网络上没有再出现这位小伙子的视频，不知道他是平安与否。2025年是中共建政76周年，在经济下行、权力高压和社会信任崩溃的3重夹击下，大陆的民生困境是持续恶化，言论管控也是日益收紧，公共服务质量急剧下滑，民众的不满情绪如火山般的在积聚。有不少大陆民众就表示，当经济增长的遮羞布被撕去，深层次的制度性矛盾就开始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。专家分析认为这场危机早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，本质上是政治体制走向崩溃的前兆。如果说小伙子告状十宗罪反映了底层社会的压抑与愤怒，那么当局新推出的 K 签证政策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直接引爆了民怨。10月1号，中共正式启用 K 字签证，这是一种专门面向海外年轻人科技人才的新签证类型，被称为中国版的 H1B。
政策允许符合 STEM， 也就是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专业要求的外籍人才，在没有雇主担保的情况下，就能来中国求职创业，或者是从事科研，签证有效期更长，入境次数更多，申请流程也更加简便。然而，这一政策一出台，立刻在国内社交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微博上 “K 签证会让外国人抢走我们饭碗吗”冲上了热搜。网民是大量的质疑，自己的孩子还没找到工作，凭什么要先优待外国人？更有人担心大批黑人毕业生涌入中国，与本地年轻人直接竞争。背景数据显示，中国青年失业率是在8月份高达18.9%，创了历史新高。2021年这一年内就有349万家公司注销，2022年上半年又有46万家倒闭。求职市场早已饱和，甚至有招聘会在提供8000个岗位的情况下，却一次性收到119万份简历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民众的焦虑是可想而知。官媒则紧急下场灭火，称 K 签证是筑巢引凤，强调中国缺乏高端科技人才，并反驳网民心胸狭窄。但这样的说辞是更激起了民愤许多人都质问：我们本地人不是人才吗？为什么我们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，却要花心思去引进外国人？其实，这场风波折射出的是一个根本矛盾：当经济下行、就业困境加剧，政府仍把重点放在形象工程和人才外交上，却忽视了本国年轻人的生存焦虑。从杨兰兰案的神秘身份，到年轻小伙子以10宗罪的冲塔孤勇，再到 K 签证引爆的社会焦虑，或许最值得追问的是，当国家机器只在乎政权安全，而不在乎人民的呼声；当年轻人只能用消失来控诉；当政策与民生越走越远，这样的政权还能靠什么来维系它的统治呢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